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中国官方媒体披露，一对歼20飞越了对马海峡。要知道，对马海峡是日韩之间的咽喉要道，最窄的地方只有50多公里，日韩的防空识别区在这里重叠，这个地方的雷达密度有多恐怖呢？在对马岛及其周边，日本部署了多座陆基相控阵雷达，其中包括最先进的 GFPS-7，而韩国那边的釜山和全罗南道也刚刚部署了绿松 C 等先进雷达系统，再加上双方的宙斯盾舰1-737、1-2C 等预警机常年在此巡航。不夸张地说，如果把这些军用雷达的功率换算成家用的 WiFi 信号，那对马海峡上空天天都是烧鸟自助。然而在如此密集的对空监视体系下，歼20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溜过去了，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许多朋友都纷纷找来火力军，让火力军来谈谈这件事儿。一开始火力军是拒绝的，因为理性告诉火力军这件事孤证不立，仅凭官媒的一句话不好随便下定论。但过了没几天，韩国 KFN 也就是韩国官方军事媒体同样报道了这件事儿，而且指名道姓的提到歼20穿越对马海峡，并没有提前向韩国和日本报备，这就让事情变得有点意思了。除非韩国人想找以色列退货，不然没必要和中国官媒配合编造这件事儿。而这就让火力军更加的好奇了。要知道，歼20在诞生之初一直被外界认为隐身性能不佳，尤其是它那备受争议的压翼和圆形的发动机喷口，一眼看上去就不隐身。而对马海峡作为世界上防空雷达最密集的地区，被歼20隐身穿过，这其实是让火力军有点惊讶的。再加上最近披露的双座款歼20，火力军觉得是时候借着这个机会聊聊歼20身上的那些事儿。歼20到底有多强？最近披露的歼20S 后座上坐着的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歼20都是非常神秘的存在，但歼20的竞争对手 F-2大家倒是非常熟悉。俗话说得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因此我们不妨先来看看 F-2。作为世界第一架5代机，F-2可以说是开创隐身战斗机的时代，它的设计核心叫做进攻性防空。大家仔细品一下，进攻性防空这俩词儿好像不挨着呀，但各位先别急，火力军讲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各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自从60年代开始，北约各国就意识到苏联的装甲力量过于强大，正面玩假弹对抗是拼不过的，只能依靠弹性防御和战术空军来压制。但问题是，到了80年代，苏联正在发展的 A50预警机和米格31截击机都装备了强大的相控阵雷达，具备下视下射能力，能够发现并锁定那些贴着地面搞低空突防的北约攻击机。这意味着北约空军很有可能根本飞不起来，就会被苏联的空中和地面火力压制住。于是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也就是后来的 F-22应运而生，其开发重点有3个，分别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和超机动。美军设想的是，一旦北约集团和苏联之间爆发大战， F-22机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抢先出击，顶着苏联成千上万的战斗机，在苏联防空网络的眼皮子底下，利用自己高度隐身的优势，率先敲掉苏联的预警机等高价值目标，再顺手抽苏27一巴掌，彻底打残苏联庞大的航空兵体系，为后续 F-15、F-16这些数量庞大的4代机部队进场拦截，夺取绝对的空中优势，创造有利条件。通俗点来说，就是像张飞那样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对了，说到 ATF 项目，就不得不提 YF-23。作为 F-22唯一的对手， YF-23的设计更激进，更具科幻色彩。它牺牲了一部分格斗的机动性，换来了更快的飞行速度和更强的全向隐身能力。但当时的美国空军认为 YF-22的设计更成熟，风险更小，格斗能力也更符合他们对战斗机的传统认知，最终选择了 YF-22。但今年 F-47和 FA-XX 这些6代机概念图出现之后，他们身上内容扁平无垂尾的设计，或多或少都有当年 YF-23的影子。这更是让火力军觉得，如果不是当时技术不成熟的话， YF-23其实是更为优秀的选择。各位有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单开一期聊聊这个故事。那说完了 F-22，我们再来看看歼20。
歼20诞生的背景是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对抗性军事部署，中国要应对美军的威胁，就必须有一架能够执行防御任务的隐身战斗机。在这种思路下，歼20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跑到 AIM-120 的射程里去和 F-22玩骑士决斗，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狙击手，利用隐身高速和本土作战的体系优势，精确打击对方体系里那些更脆弱但价值更高的目标，例如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机等。从今年印巴空战的情况来看，预警机这些辅助单位的价值要远高一般的战斗机。理解了战术层面的不同，这两架飞机的设计就很好理解了。在5代机中，歼20最大特点就是其备受争议的压式布局。很多人可能听说过 F-16总设计师哈里·希拉克尔有一句名言，叫做“压抑最好的位置是在敌人的飞机上”。因此，很多人看到歼20的压抑，第一反应就是装了这玩意儿不就不隐身了吗？但实际上，压抑这件事儿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歼20的压抑布局可以说是理解歼20设计精髓的一把钥匙，这里包含着2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第一，作为隐身战机，歼20为什么要在机头最显眼的地方加上一对会破坏隐身的压抑？第二，退一步来说，就算能通过设计来管理雷达回波，那也还是会带来隐身性的损失。为什么要付出这个代价？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个问题。从物理上说，任何额外的活动翼面都会增加雷达反射面积，而歼20在设计的时候，成飞通过精巧的角度计算和飞控软件来管理压抑产生的雷达回波，把压抑在飞行中对隐身的影响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例如，歼20压抑的后掠角和主翼垂尾的后掠角被设计成几个平行的特定角度，技术上来说叫做边缘对齐。这种设计的好处就是把原本会四处乱发射的雷达波反射到几个特定的非常窄的方向上，只要对手的雷达不处在这几个死亡角度，歼20就能保持一个不错的隐身性。但这并不能解释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非装压抑不可呢？不能像 F-22一样用常规布局吗？大家都知道，由于压抑布局引入的静不稳定性，在超音速时，飞机通过向上偏转压抑来配平，这就引入了额外的正升力，从而极大的提高了飞机的升力特性和机动性，让飞机可以轻松的做出大迎角机动，在近战环境下更具有优势。不仅如此，由于压抑相当于特大后的边条翼，其产生的涡升力非常强，这就让压抑布局的飞机一般都有非常好的起降性能，这也是欧洲的鹰狮和台风战斗机都采用压抑的一大原因。有资料显示，采用了压式布局的瑞典萨博37雷式战斗机，它的起飞距离为400米，着陆距离为500米，仅为同类飞机的一半左右，比 F-22的610米还要短不少。而压抑布局的歼20想必也继承了此类优秀的短距起降特性。也就是说，歼20的压抑其实是用一点可控的隐身代价，换来了更快的反应能力、更好的超音速性能，以及一份近距离格斗的保险。它不需要像 F-22那样达到近乎完美的消失，只要做到正面第一可探测，把对手拉到霹雳15的射程之内就足够了。好了，听完这些，大家应该明白了 F-22是美军在冷战体系下研究出来的终极单挑王，而歼20则是在西太平洋对抗环境中搞出来的隐身狙击手。那么问题来了，这两架设计思路截然不同的飞机，真要是在战场上碰到了，谁更强呢？单纯的对比参数就像是关公战秦琼，很难得出结论。所以今天火力军就来做一次沙盘推演，让我们虚构一下场景，看看在远中近3个不同的距离上到底是怎么打的。要给这场模拟对战编一个背景故事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们直接让 F-22和歼20来到代号为 B7R 的空域展开对战。其中 F-22是进攻方，代号莫比乌斯，他的目标是对预警机等关键设施进行破坏，而他的对手歼20，代号尊爵，需要依托体系来进行防守。首先，我们来看看远距离的情况，在200到300公里的超视距下，空战更像是2个狙击手之间的博弈，谁能先看到对方，谁就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对于 F-22的飞行员莫比乌斯来说，他此刻的信心是爆棚的。一方面，他的空战水平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历史上
上多次实战经验都表明，除非 F-22主动暴露，否则一般的搜索雷达根本找不到它。因此，任务非常简单，就是保持隐身，找到预警机，发射最新款的 AIM-260远程空导弹，然后悄悄溜走就行了。但就在这时，他的座舱里突然响起了刺耳的 RWR 告警声，这不是普通的雷达信号，而是导弹的末端制导雷达。信号源也不是来自前方，而是来自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侧向。莫比乌斯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但战斗本能促使他立刻做出反应，猛地向一侧压下操纵杆，开始压着3-9线进行机动，同时启动综合电子战系统，释放拨条，并尝试对雷达来源进行干扰，而这一切都必须在15秒内完成。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几百公里外，那架歼20甚至根本没有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5分钟后，在预警机和侦察卫星的协同下，歼20飞行员尊爵获取了 F-22的大致方位，并按照预警机上指挥员的要求，发射了一枚射程200公里的霹雳15。导弹采用高抛弹道，先向上爬升到3万米以上的高空，通过后方的预警机进行中段制导，最后才滑翔着扑向目标。在数据链的帮助下，勉强咬住了 F-22。这种 A 射 B 导的战术并不是火力军杜撰的，在1982年的贝卡谷地空战中，以色列空军就上演了教科书般的体系作战。1-2C 预警机在高空指挥，无人机作为诱饵，骗取叙利亚萨姆6导弹阵地开机。F-4野鼬鼠战机立刻发射反辐射导弹。F-15和 F-16则负责清扫叙利亚的米格战机，一整套组合拳下来，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今天的歼20玩的正是这种体系化的思路。15秒过去，莫比乌斯凭借其出色的空战机动和顶级的电子战系统，有惊无险地避开了这枚超远程导弹，但他也被迫放弃了原定的渗透任务，在超音速巡航下开始转入猎杀模式，双方的距离正在迅速拉近到100公里左右。F-22的优势在于它更强的隐身性能，它有信心比对手更晚被发现，从而实现先敌开火。而歼20这边，霹雳15有着更远的射程和更高的末端速度，双脉冲发动机让它能在接近命中的时候进行2次点火，猛地加速，大幅提高命中概率。随着双方在极限距离上捕捉到对方，一场惊心动魄的导弹攻防战就此展开。歼20虽然有着射程优势，但 F-22的隐身性让它极难实现锁定。而面对来袭的 AIM-260，歼20也能通过其优秀的机动性躲开。最终，在先进的电子干扰和剧烈的机动下，双方的导弹都偏离了目标。但这轮交手耗尽了他们宝贵的中程导弹，而他们的距离也已经无可避免地进入最后的白刃战。天空中开始响起拉丁语，大家最期待的狗斗环节开始了。对于现代的格斗弹来说，在这个距离上隐身已经失去了意义，决定生死的是飞机的机动性、飞行员的记忆。毫无疑问 ，F-22是这个领域的王者。F-119发动机配合2元矢量喷口，在产能和机动性上都十分优秀，能够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超机动。在近距离缠斗中，完全可以通过持续的能量优势，在稳盘层次压垮对手。但歼20也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他机头那对备受争议的压抑，此刻就成了决胜的利器。压抑赋予了他无与伦比的顺盘能力。F-2飞行员莫比乌斯对能量机动战法自然非常熟悉，利用其强大的推重比和矢量推力，通过阴脉慢回旋占据高度优势，绕到歼20的身后准备锁定。但歼20则利用压抑带来的高敏捷性，放弃了能量争夺，一边进行防御性的铜滚，一边瞅准时机，利用压抑发挥瞬时机动能力，利用大攻角机动将机头对准 F-22，寻找发射霹雳10格斗弹的窗口。两种截然不同的格斗战法在这片空域激烈碰撞，胜负的天平会倒向何方，可能只取决于飞行员0点几秒的判断和操作。因此，火力军也无法准确的判断最后到底谁胜谁负。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说一说，那就是如果双方都打完了格斗弹，那么 F-22理论上来说是有一些优势的。毕竟目前来看，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歼20安装了航炮，甚至有没有给航炮预留位置都不好说。这种情况不仅让火力军想起了越战。当时的美军过度迷信导弹万能论，认为未来的空战就是按电钮。早期的 F-4鬼怪战斗机上甚至取消了航炮，结果在越南上空被机动性更好、装备着航炮的米格17和米格21迎头痛击。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的电子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AIM-7麻雀和 AIM-260霹雳15也是没法比的。因此，在歼20大战 F-22这个层次上，一门航炮能占到多少优势，我们也得打个问号。
我们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沙盘推演暴露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虽然我们吹得很火热，但像这样1对1的骑士对决恐怕是很难发生的。随着这些年无人机技术的发展，未来的空战正在从以平台为中心转向以网络为中心，也就是说1、2架战斗机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少数人指挥一大堆无人机对攻的群殴混战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个全新的挑战恰恰违背了 F-22 最根本的设计理念。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F-22 作为终极单挑王，它的整个设计都是围绕着让1名飞行员在极高的计值和信息压力下，把空战这一件事做到极致而展开的。现在要让这名飞行员在驾驶 F-22 进行激烈空战的同时，再去指挥3、4架甚至更多的无人机进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飞行员的大脑不是计算机，其精神负荷的增长将是指数级的。就算 F-22 的飞行员都是超人，他的航电系统也已经不堪重负。说到这儿，火力军再给大家举个最新的例子，说出来您可能不信，直到2025年3月，美国空军才刚刚宣布要给 F-22 装上头盔瞄准具。头盔瞄准具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这玩意儿在 F-15、F-16 这些4代机上属于是早就玩烂了的技术。结果 F-22 这位5代机老大哥服役了快20年，居然一直没有，只能用相控阵雷达引导进行无头盔大离轴发射。这又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像是 AM9X 这种红外引导的格斗弹，本应该可以悄无声息地拿下对手的，现在却必须用雷达进行初期引导，这在近距离格斗中无异于先大喊一声我要打你了，大大降低了偷袭的成功率。那为什么加装一个头盔就这么难呢？答案就在于我们前面说的，它的航电架构太老了，它那套90年代设计的系统就像是一台苹果早期的电脑，系统封闭，接口独特，性能在当时是顶尖，但你想给它插个现在的 USB-C 接口的设备，对不起，不兼容，每一个小改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无穷无尽的软件问题。大家想一想，连加装一个头盔都花了快20年，那要让这套老爷车系统去指挥3、4架数据量爆炸的中程僚机，这难度有多大？而反观歼20这边，它落后美国接近20年，但这恰恰是它先进的地方。它完美的吃上了半导体和计算机技术发展最迅猛的10年的红利，其架构天生就更现代、更先进。这就好比你不可能在一台诺基亚手机上跑今天的 App， 但一部10年前的安卓或苹果手机升级个新系统，依然能用上大部分新功能，这就是先进架构的好处。最近出现的双座版歼 20S 就证明了这架飞机有足够的架构冗余去容纳1名无人机指挥官去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那这个新角色到底要怎么打仗呢？我们不妨就再大胆一点，再来做一次推演。故事的开端是一架双座的歼 20S， 它并没有像 F-22 那样单枪匹马的突入敌阵，而是待在数百公里外的安全空域，它的身边跟随着3架不同任务的中程僚机无人机。它的任务是清除掉一个由 F-22 和地面防空系统共同保护的敌方高价值目标。战斗开始，歼 20S 的后座指挥官呆头鹅首先派出了第1架僚机。这架无人机尺寸小，速度快，涂着锡箔涂料，专门负责前出侦察和诱敌。凭借先进的传感器，这架侦察机很快就发现了敌方的雷达阵地，并且升起了龙脖透镜，故意暴露了自己。敌方的防空系统立刻上钩，向他发射了导弹。而就在敌方雷达开机的一瞬间，它的坐标位置、工作频率等关键信息就被无人机上搭载的电子支援系统捕获，并瞬时传回了歼 20S。接下来，指挥官派出了第2和第3架僚机，他们不追求隐身性，但机下挂载着射程恐怖的超远程反辐射导弹和空导弹。进入发射阵位后，2架无人机同时开火，一枚反辐射导弹沿着刚才侦察无人机传回的数据，直扑刚刚暴露的地面雷达，另外几枚空导弹则射向了前来拦截的 F-22 机群。这个时候 F-22 的飞行员彻底懵了，它的雷达告警器疯狂作响，显示导弹来自好几个不同的方向，但它的雷达屏幕上却只有一个无关紧要的无人机目标。那架作为指挥中枢的歼 20S 自始至终都隐藏在远方的未知空域，连雷达都没看。在这场战斗里，歼 20S 的前座飞行员只需要负责驾驶飞机，保持有利阵位，而后座的指挥官则像下棋一样，牺牲掉一个卒，就端掉了对方的车和马。F-22 这位曾经的王者，甚至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了，美国空军也清晰地认识到了 F-22的局限性，因此并没有也不会选择在这个已经停产的平台上进行伤筋动骨的魔改，而是直接开启了全新的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也就是 F-47。所以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2款战机时，就能清楚地认识到 F-22可能是最后一个以平台中心战为核心设计的空优战机，它是冷战思维的终极产物，也是传统空战定义下无死角的6边形战士，而它恰恰是被自己那个时代的完美给困住了，在面对下一代平台时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大家觉得中程僚机会是空战的未来方向吗？ F-22 又会继续服役多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